So today, we're gonna do unboxing of iPhone 12. Oh yeah. Oh yeah, I got my white iPhone 12 with the 2 cameras. Can we get to it? Okay. Please? Yeah? Okay? Sure. Alright, let's go. Come on. And ta-da! Whoa. It's beautiful. Whoa. So clean. I like it. Okay, and we got charger in the bag, the box, a little Apple sticker. Let's see, there's our Apple sticker. But those are not important. This is what's important. Is this beautiful little iPhone. Look at that. My fingerprints are already on it. Yeah. The edges. Now it's my turn. It's your turn. Oh yeah. All right. Wait, what phone did you get? What phone did you It's get? 12 Pro. Uh-huh. It's 128 gigabytes, and it's graphite. So yeah, there's gonna be a pretty good contrast Okay. between our phones. All right, are you ready? All right? Yeah. Are you ready for this? Okay. Done with as is. Now it's my turn. OK， 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k Azzy 的频道。我今天呢是拿到新手机的 Nick。我是 Azzy， 新手机 Oh, pretty good. iPhone 12 Yeah, new iPhone yeah. 新手机。新手机。Yeah. 所以呢，今天呢，我也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iPhone 12和 iPhone 12 Pro 的镜头的对比，看看两者的区别呢到底在哪里。给出了一些呢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测试的画面呐、一些拍出来的照片呐、和测试的一些视频之类的，也希望呢可以帮助想要使用 iPhone 12系列去创作视频照片的朋友们呢去更好的选择到底是要想要哪一款。Let's begin. Let's start. 当然了，这期的视频呢并不是会告诉你就是哪个手机的摄像头会更好，那因为说实话很简单， iPhone 12 Pro 的镜头呢肯定就会更好，因为它更贵嘛。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它到底好在哪里，而且值不值得你去多给苹果奉献一笔这个升级费。 So where are we today? We're back to the hills. Climbing to go get some shots. Go show off. Little DJ. Oh, I got the sun behind me. It probably means you can't see me though. 那值得一说的呢，就是两者都有苹果的 HDR。HDR 呢，意思就是 High Dynamic Range， 意思就是呢，你的手机的相机可以同时将画面的阴影和高光处的细节都捕捉出来，就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视频所用的 HDR 呢，我在以后的视频会更详细的讲解。现在要讲的就是12和12 Pro 都有 HDR， 所以呢，在这个 iPhone 12在这点上面是加很多分的。那 iPhone 12没有的呢，是 iPhone 12 Pro 独占的这个 Apple 的 Pro RAW。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这个也是要看你个人是喜欢拍 RAW 还是喜欢拍 JPEG。RAW 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呢，可以有更多的剪辑的空间，像是调节这一个高光啊、阴影啊，或者就是调色啊之类的。当然 JPEG 呢，相对就会占的空间也会小很多。iPhone 12只有2个镜头，一个超广角，一个宽镜头。iPhone 12 Pro 呢，就是有3个镜头，除了超广角和这个普通的宽镜头之外呢，还有一个 Telephoto 的镜头，那就是长焦距的镜头。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超广角的镜头呢，就相当于相机的13啊、14啊 mm f2.4 的镜头，然后宽镜头呢，相当于是26 mm f1.6。然后 iPhone 12 Pro 的那一个独占的长焦距镜头呢，相当于是52 mm f2.2 的镜头。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它们2个之间的其实就是这2个超广角和这一个宽镜头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 Pro 多出来的那个长焦距镜头。所以呢，要对比2个手机镜头，就肯定要先去探讨一下这个长焦距镜头的必要性。那首先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 iPhone 12的镜头选择吧。其实我觉得呢，还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选择一个宽镜头和一个广角镜头。那因为在一个局限性的空间里面呢，广角镜头相比这个长焦镜头还是实用性比较大。像是如果你是在窄小的室内里面拍摄，那你要想拍特写，你可以还是离物体再走近一点。但是想拍广角，你就不能再走更远了。所以大多数的普通用户呢，会喜欢用这个来拍，用手机来拍风景啊、建筑物啊这些，那广角镜头都会非常的适合。那也有人问了，那确实啊，那想拍比较近一点的构图和物体，那我直接拿着宽镜头走近一点不就行了？那凭什么还要这个iPhone 12 Pro 上面这个长焦镜头呢？那这里呢，也就要讲到这个镜头的焦距之间的区别。我之前专门也介绍这个佳能镜头的视频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焦距之间的不同，所以想要更加仔细学习一下的观众呢，也可以先去看那个视频。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讲一讲，就是起码用手机镜头能看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焦距对拍摄人脸时的不同的效果。这个照片呢，是拿 iPhone 12 Pro 上面的26 mm 的这一个宽镜头拍摄的 ASI， 然后下一个呢是拿这个iPhone 12 Pro 上面的这个52 mm 拍摄的 ASI。 你可以看到宽镜头拍出来的人脸呢会比较变形，看上去呢脸就是非常的尖，而用52 mm 拍摄出来的 ASI 的脸呢，看上去才会比较的正常一些。不过这也是可以给你一个不专业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照相师你的女模特希望她脸拍得更尖一点，那就用这个宽镜头的焦距来拍摄，当然只是开个玩笑。那其他的不同呢，你也看出就是长焦距镜头中的背景呢，会看上去模糊度也会强烈一点。What's up? My new iPhone. I'm still teaching. iPhone Wait. iPhone 12. Sure. iPhone 12. But I'm teaching. So pretty. Yeah, I know. Let's show them first. Okay. Okay. Go ahead. 就是其他的这一个镜头中的不同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长焦距镜头中的这个背景呢，看上去这个模糊度也会更加强烈一点。所以呢，因为这个之前也讲到，这个长焦距镜头呢会对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切割感，所以呢人像呢可以更好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整体会被勾勒出来。所以呢，这里这个12 Pro 的这个 Pro 也展现了出来。就是如果你想要买这个手机是为了真的用这个镜头拍专业的人像之类的，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长焦距镜头非常的还是非常的适合拍人像。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你也可以在 iPhone 12上面用这个宽镜头来这个放大来 zoom in， 然后呢后来用这个 zoom in 来伪装这个长焦距的效果。但是手机上面的放大终究还只是这个电子的这个放大，并不是相机上面真正这个变焦镜头产生的效果，所以出来的照片的清晰度呢，也不会像是有一个专门的镜头那么高清。那接下来说说其他2个镜头的表现如何呢？那简单来说就是其他镜头在白天阳光下面的表现，基本上是一样的。说实话，我是真的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手机的屏幕啊，那些告诉你说这个2个屏幕之间没有区别的人都不要信他们，因为这个屏幕的亮度差距在太阳底下差距还是非常大的。iPhone 12 Pro 在太阳底下你可以完全清晰的看到你的屏幕上的所有东西，那12呢，那可能就要更加稍微的困难一点看到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是在这个白天的阳光下面呢？因为在夜晚低光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到 iPhone 12 Pro 另外的一个独占的优势了，那就是 iPhone 12 Pro 独占的这个 LiDAR 这个 sensor。那咱们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大话，因为我们做的是相机评测，所以 LiDAR 说白了就是多出一个扫描仪来帮助你的手机更好的去识别你的物体。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就是 iPhone 拍出来的这个背景的虚化，其实是数码电子制作出来的 computational photography。所以在拍人像的时候呢，手机需要先识别出你的模特，然后再把你的模特给和背景给区分开来，进而呢制作出这个背景虚化的这个效果。LiDAR 呢也会帮助你手机提升你的自动对焦的这么一个速度。那12 Pro 呢有了这个 LiDAR 来专门做这事。按理说，在拍人像的时候，肯定会比 iPhone 12更快吧？那答案其实是，也不是。酷。那在白天阳光下，是也不是啊，pretty good. Yeah. Stop 是 disturbing me. 也不是 Stop. Go away. Yes or no? Bye. No. Oh, pretty deep, huh? Trying to be deep. 那确实，这个要看情况，因为像在之前说的，在白天阳光下面的时候，其实两个手机的对焦速度和这个人像识别真的区别没有那么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惊讶的地方。不得不说 ，iPhone 12这个在这个性价比这上面确实非常的牛，没有 LiDAR， 它的这一个只要这个阳光光线好的情况下呢，还是它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跟 iPhone 12 Pro 分不出有多大差距的。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低光环境了。然后两个手机的镜头表现就在这里又要被拉开了。在低光环境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讲讲这个 iPhone 12 Pro 的 LiDAR 的优势，那就是在极致低光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12的人像模式其实是在非常困难的在寻找 ASI 对焦不上，而这个12 Pro 因为有了 LiDAR， 照样是轻轻松松的对焦到 ASI， 并且识别人像模式。然后呢，我们看看照片的成品，这里呢我用了 iPhone 自带的夜间模式拍摄。说到夜间模式，又要说到 iPhone 12的一点遗憾，那就是12的人像模式中竟然没有夜间模式，只有 iPhone 12 Pro 的人像模式中才能开启夜间模式。所以呢，要正面对比，我们只能用这个普通的照片夜间模式来对比。那当然了，我不觉得有哪个用户真的会在那么黑暗的地方掏出手机来想拍一个正正经经的人像吧。再说了，就算这个12 Pro 低光下面拍照更牛，拍出来照片呢也相对的会清晰一些，但是用12 Pro 的照相师们真的会在如此低光的环境下拍摄专业的人像照片吗？所以呢，在这点上面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 ，Pro 给了你这个可以在低光拍照的功能，但是要不要用或者用不用得上，就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情况。OK， 那说了那么多，我们也要总结一下，那就是12 Pro 它还是 Pro， 专门给了这个专业人士很多的这一个专业的 Pro 的选择。那比方说呢，就像是更适合拍人像的长焦距的镜头，更厉害的这个夜间的模式，然后 LiDAR、RAW。但是呢，这些功能也就像我给你展示的一样，虽然这个 iPhone 12上面没有，但是我也不觉得像是就是想随时拿出手机拍个照发下朋友圈或者就是记录一下生活的普通用户会用得上这些。而且普通用户就算给这些功能，我估计也是用得起来也会太繁琐。所以呢，这就是两个手机的摄影的不同之处。如果你想要买一个有实力且能当备用相机的这个手机，那就奔着这个 Pro 去吧。如果你只是想买一个能拍好照片和视频的手机，大多数的用户呢，我觉得买12都绰绰有余了。说真的，这么一个普通的手机呢，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那真的是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的选择就是 ASI 选择了轻一些、好拿一些的12，我选择了可以当来用备用相机的这个 Pro。OK， 那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选择这个手机的型号提供了一些帮助，也让你了解了一下手机的相机的一些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影视的知識。我是 Nick。No, you're not Nick. I'm Nick. 我是 Nick. No, you're not. You're Ezzy. 我是 Nick. Ezzy. 我是 Ezzy.
哇！我是 Nick and Ezzy. Oh, you are? Yeah. Oh, Okay, well, 我是 Nick. 我是 Nick. No, you're 我 Ezzy. 是 Ezzy. OK， 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Alright. Okay. 下期再见。Bye bye. Farewell. Goodbye. See you later. Let's get to a path so we're not like shaking like this. Okay.